三，讲无几句话，就去歹心地。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usion Music。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吴彬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他的音乐生涯。嗨，大家好。嗨，老师好，我们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大家好，我叫吴彬，然后平常喜欢唱歌、弹吉他、作词作曲。那之前有组过一个团叫做梦游先生，有到各种的 live house 音乐季表演过，但现在解散了，所以我现在是自己在进行创作，那也会定期的把一些自己写的歌曲放到 Street Voice 上跟大家分享，这样。所以你现在是单飞状态。对了，是对单飞。好，那我想知道，就是你怎么开始学音乐的这个契机的？我学音乐学音乐的话是因为以前我是不会弹吉他的。以前我高中吉他社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都有什么惩罚啊，什么各种表演机会，然后是要组团上去的。然后以前我是主唱，所以我以前就觉得，我好像只要唱歌我就可以上台，那我干嘛还要那么辛苦的在那边练吉他？所以我高中到大学我是没有弹过任何一次吉他的，是直到大学有开始自己写歌的时候，然后自己想要试着唱出来，才发现我没有一个辅助我把它唱出来或写出来的一个乐器。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又参加吉他社嘛，所以我第一把想到的乐器就是吉他。所以因为就是因为为了创作，然后为了想要一个辅助的器具，我才选择学吉他这件事情。那想知道，就是你开始创作的时候是有什么契机，或是有什么受到什么东西的启发吗？就是很无聊啦，就是以前不是我们有什么无名小站，你知道吗？对啊，以前在逛无名小站的时候，会看到别人通常会发一些什么歌词，然后自己写的诗词在上面，然后底下很多回应就写说，哇，你写的好棒哦，你写的好有意境哦什么的。我看到我纯粹只是也想要被夸奖，所以我当天晚上也会回去写了一个歌词，然后 po 在无名小站上面，然后底下真的有人来留言说什么啊，你写的真不错，也没想到你会写这个东西什么的，然后开始一直写。我后来有想要正式创作这件事情，是因为后来听到了五月天的《第二人生》这张专辑，然后我买了专辑回家之后看着歌词本，然后我想说，这个人就是阿信啊，就是他歌词写的也太优美，然后就是我觉得他的歌词啊，是如果你把一个句子拆开之后，它的每一个词其实都很平凡，但当你把它聚在一起变成一个句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一句话原来这个感受原来可以用这句话把它给形容出来。所以是因为他让我开始想要把歌词写得像他一样好，写得更好这样子。对。所以听起来有点像是从写词来进展到这个创作一首歌的这个方向，是我理解是对的。因为我以前不会写旋律，或者说我以前自认为那种用手机随便哼哼噜噜唱唱那个不叫写歌，所以我以前对旋律比较没有自信。但是词我是每一次，几乎每一次上课，只要没在上课或者怎么样，我可能都会抄抄写写这样累积一些东西。对。那可以问一下，你怎么开始创作旋律的吗？你从哪里开始做？怎么学？然后或是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你想要知道这件事情？我真正有想要把一首歌的词曲完成，是因为我那个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一个毕业歌甄选，因为自己会写东西嘛，我就是也是纯粹想要告诉大家我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毕业歌，但是没有上。对，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不会编曲嘛，我也不会，我作曲也是第一次做，我就请同学弹个钢琴，我在那边唱，然后用手机纯粹这样录而已。那个歌现在应该也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因为我觉得太尴尬了。对。那我想知道你在开始学不管是乐器还是创作的时候，是透过什么方式去学的呢？我以前是自学，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钱，大学的时候没有钱了，然后也不好意思跟爸爸妈妈要学费，我就是自己看着，你知道网络上有一个91吉他谱的网站，然后去看它，那它旁边都有附和弦谱嘛，我就照它在那边瞎弹唱这样子，然后自己写的歌也就是学它的和弦进行，然后去编这样。是之后我进去乐器行打工，然后才真的去遇到了一些吉他老师，然后也才发现说，每一个来的顾客好像都比我还强，就是每一个进来买乐器的人，
好像都比乐器行的店员还要强。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不符合逻辑，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去跟店里面的老师学一下吉他，因为原本也觉得自己的歌写很鸟，所以就想要学一下吉他。然后那个吉他老师本来也是一个乐团的吉他手，对，所以就是想说精进一下。那你一开始在自学的时候，想要知道有没有觉得最大的瓶颈是什么？就是自己的技术面，或者是我觉得第一个是现在不是有很多 YouTube 上面有很多教学影片，你当然接受到的资讯可以很多元啊，你也可以去挑你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去搜关键字，然后去专门就学那个。但是那个在学习的过程还是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跟回馈。当他的讲的东西你听不懂的时候，你也只能再去找另外一个人讲的东西，那也许他也不是适合你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找老师这件事情，不管是视讯还是在现场，我觉得那个回馈跟交流是你立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他可以立马的帮你解惑解决。我觉得这蛮重要，这也是一个进步比较快速的方法。当然前提是要钱，因为你学费嘛，对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在你开始创作之后，你的生活或是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改变？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啦，我觉得这转折是在创作一段过程里面中间发生的转折。我一开始创作的起源是，应该说我第一首创作其实就跟异体恋有关系，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2017年看到了阮国飞的新闻，然后课堂上教授也会播一些纪录片，那就当下看到阮国飞那个新闻的时候，其实心里有些感触。所以我就用词曲去写了我对阮国飞这个事件的感受，但是写一写之后，写了很多议题面的事情之后，发现其实自己也很喜欢写这些议题面的事情，所以开始创作之后，我反而更主动的去寻找各种主题，例如说人权，然后移工、居住正义，或者是其他各种类似的，所以也是因为创作开始让我去看各种的书籍、看电影，然后去跟人家交流。对，我觉得这是中间一个蛮大的转变。在你的创作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首？我有一首歌叫做《别再骗我要走了》，这首歌也有摆在我的 Streetboard 上面。这首歌表面上的歌词是在讲一对情侣分手的过程，但其实它的灵感来源是来自去年的在中国爆发了一场白纸革命。然后你知道，就是那时候清零政策嘛，乌鲁木齐的那场大火让里面受困的人出不来，外面的消防队员进不去，就会耽搁了很多的救援时间，烧死了很多条人命。但是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觉得，在中国的境内或网内出现了很多声援的声音，或者说人家是极端一点讲反叛，或者是甚至是上街游行这一类的东西，然后甚至有很多 Twitter 各种社群媒体的影片。让我们看到，所以甚至很多外界的媒体或学者会说这是他们一个什么觉醒的过程，但 fine 就是随便，我就是纯粹觉得看到这个景象，觉得蛮新奇也蛮冲击的，所以那首歌其实是在讲中国人民跟中国政府的情感纠葛，就是我甚至把中国政府比喻为控制狂。然后中国人民在成长的过程，他们可能到最后认知到说，哦，这原来他们所认知的世界，某种程度上是被捏造的，然后他们原本认知的事情也是错误的，所以他们知道这些事实之后，别再骗我要走了，对，这样。觉得是一首很有意义的歌曲，老师都很喜欢很有就是主题性的。但是我不讲，大家也不会知道。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歌曲的奥秘，就是听者有意，也许别人听不出来，但有人可能听得出来。那这是你刻意营造的感觉吗？还是你会希望他们可以从中获取到一些资讯，然后自己去发现这个事件？我觉得其实这很难去取舍。就是当我想要写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我当下不会想要用太严肃的语气或情境去写这首歌，想要用比较侧面，然后有点诙谐讽刺的感觉。对，但是我到歌词的最后一句，我把 keyword 讲出来了，就是白纸2个字，到最后才稍微露出一点点说我要讲的其实不是真的就是一般情侣吵闹分手的故事这样。对。
那老师可不可以为我们献唱一首？好，清唱一小段。清唱一小段。可以。那可能要卡一下，我想一下。好。讲无几句话，就去歹心地，去我无听你的，有受你控制，无法度体会，像我的美丽，点点我把冤债，日子真歹过。撑过了多少日夜，追逐的只是云烟。Oh baby， 是你捏造的世界。你要的我不能给，分开我需好一点。Oh baby， 靠近马甲再清脆。這般故事注定不猜謎，對不起，不能在一起，對不起，不能在一起。Nice。我覺得就是歌手啦，或者說創作者，他好像不一定要提出什麼解決方法，對，因為解決方法就是留給那些政策專業或者去做。但我覺得歌這件事情是，如果你能就是引起共鳴或者是討論的話，然後讓這些討論跟共鳴去促使體制內的人可以聽見或者什麼，我覺得這樣就夠了。我覺得真的要改變，真的就是得要到體制內。大部分都是針對議題嘛，那有一些比較即興隨性的創作嘛，就是還是會從日常嘛。小情小愛也有寫啊，比如說可能女朋友跟她的朋友在聊天，然後聊天聊一聊，就你知道，就是女生聊天都會講一些自己覺得自己的行為蠻好的、蠻優質的部分，就是會總是說，那她男朋友就是覺得我怎麼樣怎麼樣，但其實我覺得不會啊，我還幫他想了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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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某一天他們就好像突然爆出什麼，我覺得這行為很高級。就是你根本就是一個高級感女友，什麼之類的，我覺得高級感女友這個詞還蠻屌的，我就想說，那把它寫成一首歌，就是高級感女友這樣子。這個應該是好像沒有過吧，就是新的吧，就是你們創的吧，然後我覺得還蠻屌的，就拿來寫了。這首歌寫出來，你女朋友有聽過嗎？有啊。他覺得怎麼樣？我那首歌其實是他歌名是高級感女友，但裡面我歌詞寫的他一點都不高級。就有點反諷的意味。對，但他也覺得蠻有趣的，就是，對，蠻有趣的。好，那我有一個問題，就是當你學音樂還有你唱歌之後，你覺得你的異性緣有增加嗎？沒有，完全沒有。是不敢講還是？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還是你原本異性緣就很好？我覺得。一開始就很好。沒有啊，這應該是。就覺得就是你表演之後啊，可能會有女生來跟你說想要認識你啊，跟你做朋友啊。這是一定會有啊，這是一定會有。那可能本來還沒有表演之前沒有這種嗎？還是本來沒有表演，你可能去上個課，然後補習一下，也會有人來跟你說要認識？沒有啊，那個太誇張了。但是真的是表演或者是在就高中社團這個圈子裡面有在露出的話，其實就是會有一些認知的機會。所以確實是有 buff。如果想要交男女朋友、想要異性緣的人，趕快學音樂。主唱的 buff 很強大的，好不好？